過去這1個多月 Anthropic 這家公司我盯着做了好幾期的視頻，從 Cloud 悄悄降至到萬億 IPO 的野心，再到旗艦模型 Mesos 被一計劃全球封禁。6月14號那期結尾我留了個問題沒回答，這家近萬億美元的公司開關到底攥在誰手裡？今天答案來了，比我當時想的還要難看。6月30號，美國商務部撤銷了對 Cloud Fab 5和 Mesos 5的出口管制，前後一共卡了18天，全网口径出奇的一致，鬆了口氣，危機結束了。可我這2周把公開信、訴訟文件、政策簽的復盤翻了個遍，越看越覺得不對味。這哪是危機結束呢？這是政府學會了一套新玩法。他用2次假釋，把一道喊得震天響的國家安全紅線談成了一張明碼標價的價目表。更絕的是，他一邊鬆手，一邊把自己能管的地盤悄悄擴大了一圈。你可能想說 Anthropic 又沒上市，我買不到他的票，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別急，這期我給你的不是買賣的建議，是一個你以後能反復拿出来用的判断工具。只要你手裡還捏着任何一只靠 AI 吃飯的股票，只要你的工作已經離不開這些闭源大模型，那這18天示範出來的東西，你遲早用得上。看懂它，你就比大多數人多看懂了一層。監管風險到底該怎麼定價？這套判斷邏輯，說不定比這次解禁本身還值錢。先把這18天理清楚。6月9號 Anthropic 放出 Fab 5，手裡同時攥着一個內部代號叫 Mesos 5的加強版。3天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親自簽了封知會信，援引國家安全條款，命令就一句話：全球範圍內非美國籍一定斷掉訪問。連 Anthropic 自家的外籍工程師都在這份斷供的名單上。一家近萬億美元的公司，旗艦產品一夜之間被全球封禁。這封信為什麼來得這麼急呢？說出來你可能有點意外。捅簍子的不是黑客，也不是媒體，是亞馬遜的研究人員。你沒聽錯，就是那個往 Anthropic 砸了上百億，還是 Cloud 最重要的雲端夥伴之一的亞馬遜。他們發現了一種手法，能讓 Fab 5幫你找到漏洞，還幫你驗證這漏洞是不是真能打穿，然後把報告一路捅到了白宮。你品品這畫面，投資人轉頭把自己投的公司給擠爆了，這到底是盡安全職責，還是順手給對手上了道枷鎖呢？商務部不會告訴你。可你回頭想想，一個連自己重倉的公司都能順手舉報的巨頭，圖的到底是網絡安全，還是別的什麼？這本身就夠你琢磨好一陣子了。這個細節你先記着，後面還有用。斷供之後 Anthropic 沒硬扛，選了談判。6月26號第一次鬆動， Fab 5恢復訪問，但得換上一套更嚴的新護欄。能力更強的 Fab 5只發給一份附錄白名單，大概100家關鍵基礎設施機構才有資格用。又過了4天，6月30號，剩下的口子才鬆開。先放一個模型，再放另一個，先給一小撮開綠燈，再慢慢擴大範圍。這套流程眼熟嗎？這就是假釋，先讓你在監視下試着出門，表現好了，再一點點的放寬活動範圍。我們4月中旬那期就判斷過 ，Mesos 不會被永久封存，只會找一條被摁在監視下的放行路徑。現在應驗了，但這只是表面這一層。真正決定這次解禁划不划算的，藏在後面那張價目表裡。18天到底算快還是算慢呢？光憑感覺說不準，得找個參照物。商務部手裡的管制工具解禁周期天差地別，
最狠的一種叫實體清單，想出來得5個部門全票通過，普通企業走完這套流程，平均要熬上好幾年。華為最典型，2019年5月被列入清單，4天後拿到一張90天的臨時許可證，可那只是續命，不是解禁。15個月裡反覆的展期，到2020年8月乾脆不給了，還甩出了一句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只要用了美國技術，芯片不管在哪裡造都歸美國管，連他海外找代工的路都被堵死了。表面4天鬆動，實際到今天都沒真解禁。中芯更直接，2016年因為对伊朗、朝鮮違規出口進了清單，2018年又被激活拒絕令，掐斷芯片命脈，耗了近90天，拿14億美元罰款，換掉整個董事會，請美方指定的合規團隊進駐，才贖回一條命。半導體設備巨頭應用材料想了個歪招，把美國零件運到韓國子公司進行組裝，洗成非美國原產，商務部查了5年才收網，判2億5250萬美元罰款，外加3年的拒絕令。5年，這才是硬件領域真正的節奏。你把這幾個擺在一起看就明白了。凡是牽扯到芯片、設備這些實體的管制，博弈動輒以年計，而且基本是單向的，不可逆的。ASRopic 這18天短得不成比例。為什麼這麼快呢？根子在於這些管的東西變了。以前管的是看得見摸得着的芯片，這次管的是一句話從模型嘴裡吐出來，算不算出口？物理的東西沒法一夜变出來，可一個安全过濾器幾天就能訓練上線。硬件的枷鎖是焊死的，軟件的枷鎖是能現改的。而政府這次真正要的，就是逼着 ASRopic 親手把這道能現改的枷鎖焊到自己的產品上。所以政府願意鬆手，靠的不是嘴上說說。ASRopic 也是真金白銀交了投名狀的，而這份投名狀雙到的不只是壞人。先看這道新的力網 Fiber 5現在跑一套雙層的分類器，底層探針實打實的盯着模型內部狀態，一嗅到風險，請求立刻交給一個專門訓練的小模型裁剪。他難的還不只是寫攻擊代碼，連偵察目標網絡、規劃滲透路徑、繞過殺毒軟件這些進攻的動作，通通在名單裡。官方說，針對亞馬遜點名的那套手法，攔截率超過 99%， 聽着挺安全吧？可這 99% 的攔截換來的代價是什麼呢？ ASRopic 自己都承認，他會更頻繁地把正常的編碼和調試請求也當成風險攔下來。這不是一句輕飄飄的免責聲明，是真事。GitHub 上有個真實的案例，你設想一下當時的場面：一位安全應急人員正忙着從客戶網站上刪掉一段已經暴露的漏洞描述，防止被人盯上繼續使用。這本來是個防守動作，火燒眉毛的那種。結果分類器半路殺出，把討論漏洞當成了攻擊意圖，任務被打斷，工作記憶被清空，模型直接降級。明明在滅火，系統卻把消防員當成了縱火犯抓了起來。他分不清直接攻擊指令和生成攻擊指令，兩者语義太像，防守方反倒成了最先挨罰的那個。所以這期最值錢的一句話，你先記住 ：ASRopic 這次買到的解禁，買的不是安全，是看起來安全這5個字。而買單的除了他自己，還有一堆什麼都沒做錯的開發者。這句話翻譯成你能用的邏輯是這樣子的：ASRopic自己沒上市，你確實買不到它，但你手裡但凡有幾隻靠 AI 吃飯的票，這套邏輯直接適用。監管從這一刻起成了這類公司資產負債表外的一筆隱形的負債。一家公司越依賴閉源模型，越依賴別人審批的護欄，
它的估值裡就該越多打一份監管的折扣，這跟它的財報好不好看是兩碼事。往具體了說，微軟、Google、亞馬遜這些把 AI 能力打包進雲服務賣出去的巨頭，未來的估值裡都得給這條監管風險單獨留個位置，這跟他們這季度賺了多少是兩筆賬。以後你看這類公司，光看營收和利潤不夠了，得多問一句，他的命脈護欄是不是攥在別人的手裡？這就是這18天教給持股人的第一課。誤判之外，性能落差也是實打實的。一觸發攔截，請求就靜默地轉到了上一代的 Opus 4.8。第三方測試給出的幾組數據很說明問題。真實的 GitHub 問題修復裡 ，Fiber 5完成率是 80.3%， Opus 4.8 只有 69.2%， 差了11個百分點還多。要求更高的生產級代碼測試 ，Fiber 5的得分是老模型的2倍還多。命令行操作，一個 88%， 一個 82.7%。專凑漏洞自動修復那項 ，Fiber 5拿了 29%， Opus 4.8 只有 15% 到 20%。這不是接近，是被反超到沒有還手之力。差距還不只在分數上 ，Fiber 5能把長達數小時的複雜任務拆成文件級的工作記憶，跨幾十個文件的代碼庫也不容易斷片。老模型處理同樣的活，經常中途就會丟三落四，甚至直接放棄，轉頭向人類工程師求助。更直觀的是以前也講過的 Stripe 那次5000萬行代碼的架構遷移 ，Fiber 5一天幹完，傳統團隊一估要2個月，一天頂2個月，你品品這個差距。可 Fiber 5的調用價是 Opus 4.8 的2倍，花雙倍的錢買回來的卻是隨時可能被誤判打回原形的服務，這賬怎麼算都不划算。真正讓人想多一層的是觸發這一切的那句指令，簡單的離譜。研究人員一開始讓模型審查代碼裡的安全問題，分類器立刻拒絕。他們換個說法，只說修復這段代碼，模型欣然照做，因為修代碼怎麼看都是好事。接着再追問，能不能寫個測試腳本驗證一下修沒修好？你猜怎麼着？一個驗證漏洞是否修好的測試腳本，跟一份能打穿系統的攻擊代碼，在執行層面幾乎就是同一個東西。AI 要想真修好一個漏洞，它的推理就必須先徹底搞懂這漏洞是怎麼被攻破的。防禦和進攻在底層根本切不開。這也是 SLPIC 最難受的地方，他想攔住壞人，就沒法不誤傷好人。出了這麼大的亂子，行業總得給個說法吧？越獄到底有多嚴重？不能靠恐慌拍腦袋吧？ SLPIC 聯合一幫巨頭起草了一份越獄嚴重程度的標準，一看能力的爭議，隨便一個開源小模型都能幹的分值就低，直接超過頂尖安全專家水平的拉滿。二看廣度，只能幹一件窄事的分值低，能快也提前，偷數據裝後門的分值高。三看武器化難易，要幾百輪對話层層偽裝才觸發的威脅小，一兩記就能穩定觸發的才危險。四看可發現性，隨手一搜就有的風險高，得靠專業密碼學才琢磨得出來的反倒低。按這套尺子分3檔，輕微的只繞開了表面的規則，狹義有害的能誘導出特定方向的壞事。這次亞馬遜捅出來的那個漏洞就歸這一檔。最頂格的通用越獄徹底擊穿了底層的護欄，目前還沒在 Fiber 5身上出現。別小看這份看着枯燥的標準，它才是這次交易裡最不起眼且最要命的一塊拼圖。而且它不是 SLPIC 關起門來自己寫的，背後站着一個叫 Glasswing 的聯盟，亞馬遜、
Google、微軟、蘋果這些巨頭。網絡安全那邊 ，CrowdStrike、Palo Alto、NetWise、思科、博通，金融口的摩根大通、紐交所母公司，連 Linux 基金會都在裡面，還真拿自己的系統去做紅藍對抗，攒實戰數據。半個硅谷加半個華爾街，都在給越獄多嚴重這道題背書。說白了，這就是一本假試管手冊。以後誰犯了什麼級別的錯，該判多重，有據可查了。那 Anthropic 憑什麼能讓政府這麼快的鬆口呢？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管制下來沒幾天，網絡安全圈直接炸了，一封公開信貼了出來，還專門為這事建了個網站來發布。牽頭的是亞歷克斯·斯坦穆斯，他是前 Facebook 首席安全官。這封信最後收到了超過126人的實名簽署，裡面有26名現任或前任的首席安全官，21位創始人和 CEO， 還有密碼學泰斗布魯斯·施奈爾压陣。這份名單本身就是砸向政府的分量。信裡核心就4句話：第一，你把最好的 AI 從防守方手裡奪走，可防守方正靠它審查成千上萬行的老代碼，工具沒了，防線反而更脆了。第二，出口管制管得住美国境內的闭源模型，管不住開源生態和別國的團隊，包括中國在內的開源模型，挖漏洞的能力落後頂尖模型也就幾個月。你在這邊捆住自己防守方的手，那邊攻擊方拿開源照樣打，這才是最糟糕時候的平衡。第三，這錯2013年犯過一次，瓦森納協定把入侵軟件劃進軍火清單，結果全球安全響應癱瘓了好一陣，如今只不過換了個賽道重演。第四，監管該建在證據和公開程序上，不是關起門來一紙文件說停就停。那這封信到底管用嗎？說管用，它確實逼着政府放棄了一刀切。6月26號那次部分解禁，難說沒他的功勞。可說不管用，更值得你想一層。政策圈復盤時甩了句挺扎心的話：白名單本身就是一種把禁令常態化的方式。翻譯成人話就是，政府嘴上說好吧放了，動作上卻把原來只管芯片硬件的出口管制條例第一次正式的伸向了雲端的 API。 以前你怕的是他不讓你買某塊芯片，現在你得怕他覺得你打出来的字有問題，照樣能給你斷网。這不是讓步，是趁輿論壓力最大的時候把自己的地盤悄悄擴大了一圈。這才是這次最該被記住的一筆，不是誰贏了誰，是能管的邊界被悄悄地往外挪了一大截。所以我提到的那個判斷工具，現在就具體說清楚。往後不管哪個國家出了什麼新規，不管的是芯片還是模型，你都別去啃那些法條，只問自己一句：這道命令是真把風險管住了，還是順手把權力也管到手了？碰到任何一條科技公司的監管新聞，這一句都比你讀10遍通稿管用。打到這一步，你可能覺得模型恢復了，大家該幹嘛幹嘛。可有個真正吃了悶虧的角色，容易被所有人忽略。一家叫 Legend 的法律科技初創公司，業務全靠 Anthropic 的接口跑。管制一來，說斷就斷，公司說停就停。他乾脆把美國政府告上了法庭。訴狀裡說，模型輸出的法律分析和文本摘要，本質上是受言論保護的信息材料，商務部无权用出口管制的名義一刀切掉。這場官司隨着模型恢復失去了緊迫性，但他把話挑明了，政府這一刀砍下去，第一個倒下的不是壞人，是一堆壓根沒有參與越獄，只是恰好拿這工具做生意的普通公司。
別覺得這跟你很遠。今天倒下的是 Legion， 明天可能就是你正在用的某個 AI 小工具，一覺醒來說沒就沒了。那真正下到監管層的到底是什麼級別的風險呢？給你幾個數感受一下。漏洞從被發現到拿來實際攻擊的窗口，已經從2022年的32天壓到了2023年的5天，30%多的新漏洞公開當天就有人下手。用 AI 批量造攻擊代碼，一次完整的漏洞利用平均算力成本只要2.77美元。一个 AI 智能體團隊花了600美元，一個月就在多家廠商的硬件裡挖出了上百個內核漏洞。Mesos 這個級別的模型，在模擬測試裡，獨立攻破高階漏洞的成功率高達 73%， 還翻出過一個在 OpenBSD 系統裡潛伏了27年都沒人發現的老漏洞。這才是政府當初寧可錯殺也要拔網線的真正理由。所以回頭看這件事，別管出口管制這4個字聽着多遙遠，真正要緊的是，你信任的這些 AI 供應商，他們的安全承諾到底是真扛下了風險，還是只是把風險重新包裝了一遍？你能做的其實很簡單，用 AI 處理代碼和數據時，順手留一份操作記錄，跑通的和被拒絕的全記下來，這就是你日後證明自己沒業績的底牌。打算買這類股票或簽合同前，多問一句他的護欄是誰批的，多久可能收緊一次，比你盯着財報表格看有用得多。18天前，這2款旗艦模型還是說斷就斷的死刑犯，連自家的外籍員工都不放過。18天後，他帶着政府認可的電子腳鐐走了出來，看着像重獲自由，可那個假釋官的潛力反而比18天前更大了。往後每家做前沿 AI 的公司可能都得習慣這套新規矩。你能繼續往前衝，但衝多遠，用什麼姿勢衝，得先問過那個手握出口管制大印的人，這到底是 AI 行業遲早要教的一門必修課，還是一根會越來越緊的繩索呢？你說了不算，我說了也不算。那屏幕前的你怎麼看這次解禁對 Anthropic 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呢？評論區聊一聊你的判斷，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